为什么有些文明后来居上，而另一些文明却逐渐衰落？为什么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看似偶然，却又似乎被某些规律牢牢牵引？在这篇尾声中，作者不仅回应了耶利的追问，还带我们思考，如果人类史真的能成为一门科学，它将如何揭示过去的奥秘，又将如何照亮未来的方向？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尾声部分，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尾声，作为科学的人类史的未来。耶利提出的问题触及了人类现状的核心，也是更新世之后人类历史的关键。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各大洲的简要考察，我们该如何回答它呢？我会这样告诉耶利，各大洲民族之间漫长历史的显著差异，并非源于他们自身的天生不同，而是源于他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我猜想，如果在更新世晚期让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欧亚大陆原住民互换位置，那么今天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或许不仅会占据欧亚大陆，还会进一步占据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欧亚大陆的原住民现在可能已经沦为澳大利亚那些遭受蹂躏、零星分散的人口。你一开始或许会觉得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因为它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实验，结果也无法证明。然而，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回溯实验法来评估相关假设。例如，我们可以考察，如果欧洲农民迁移到格陵兰或美国大草原，或者中国农民移居查塔姆群岛、婆罗洲雨林、爪哇或夏威夷的火山地带，会发生什么？这些实验表明，这些拥有共同祖先的民族，要么最终灭绝，要么回归狩猎采集生活，要么根据环境建立起复杂的国家。同样，如果将澳大利亚原住民狩猎采集群体迁到佛林德斯岛、塔斯马尼亚岛或澳大利亚南部，他们要么最终灭绝，要么成为掌握现代世界最简单技术的狩猎采集者，要么根据环境修建水渠，集约经营高产渔场。当然，各大洲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但仅仅列出每一种可能的差异，不足以回答耶利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4组差异最为重要，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4组关键因素。第一组差异是各大洲在可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品种上的不同。粮食生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因为它能积累剩余粮食，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业人员，同时也能形成众多人口。这样一来，甚至在发展出任何技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借人口数量就能获得军事优势。基于这2个原因，从不成熟的小型酋长管辖地到经济复杂、社会分层、政治集中的社会，其发展都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然而，大多数野生动植物不适合驯化，粮食生产的基础一直是少数几种牲畜和作物。各大洲在可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数量上差异巨大，这既因为各大洲面积不同，也因为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不同。澳大利亚和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程度远比欧亚大陆或非洲严重，因此就生物物种而言，欧亚大陆条件最优，非洲次之，美洲再次之，澳大利亚最差。就像耶利的新几内亚那样，新几内亚面积仅为欧亚大陆的1/70，且其原有的大型哺乳动物在更新世晚期已经灭绝。在每个大洲，动植物的驯化都集中在几个条件特别有利的中心地带，这些地方只占大洲总面积的很小一部分。就技术创新和政治体制而言，大多数社会从其他社会获得的成果远多于自身发明。因此，一个大洲内部的传播与迁移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长远来看，这些社会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会分享彼此的发展成果。正如毛利人的新西兰火枪战争以简单形式所揭示的那样，也就是说，起初缺乏某种有利条件的社会，
要么从拥有该条件的社会那里获得，要么如果做不到，会被这些社会所取代。第二组因素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这种速度在各大洲之间差异很大。欧亚大陆的传播速度最快，因为它拥有东西向的主轴线和相对较小的生态与地理障碍，这对于作物和牲畜的传播最为简单，因为这种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气候，也就是纬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发明，如果这些发明无需针对特定环境进行改变就能得到充分利用。非洲的传播速度相对较慢，而美洲则尤其缓慢，这都是因为这两个大洲是南北向主轴线以及地理和生态障碍较多。在传统的新几内亚，传播也很困难，因为崎岖的地形和绵延的高山阻碍了政治和语言统一的重大进展。与影响大洲内部传播的因素相关的第三组因素，影响大洲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本地驯化的动植物和技术。各大洲之间传播的难易程度不同，因为某些大洲比其他大洲更为孤立。在过去6000年中，传播最容易的是从欧亚大陆到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过这种传播获得的，但东西半球之间的传播对美洲的复杂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美洲社会在低纬度被宽阔的海洋与欧亚大陆隔开，在高纬度又在地形和适合狩猎采集的气候方面与欧亚大陆相去甚远。对于原始的澳大利亚来说，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道道水上障碍将其与欧亚大陆隔开，欧亚大陆对其唯一的可证实贡献是澳洲野狗。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是各大洲在面积和人口总数上的差异。更大的面积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发明者，更多的相互竞争的社会，更多的可采用的发明创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留发明创造的压力。因为任何社会若不这样做，往往会被竞争对手淘汰。非洲的比格米人和其他许多被农民取代的狩猎采集群体就曾经遭遇过这种命运。相反的例子是格陵兰岛上顽固保守的古挪威农民，他们也被爱吉斯貘狩猎采集群体所取代。因为在格陵兰的环境下，爱吉斯貘人的生存方法和技术远比古挪威人优越。在全世界的陆块中，欧亚大陆面积最大，相互竞争的社会数量也最多。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在这方面则差得多，塔斯马尼亚更是遥不可及。美洲总面积虽然很大，但在地理和生态上支离破碎，实际上就像几个没有紧密联系的小大陆。这四组因素构成了巨大的环境差异，这些差异可以客观地用数量来表示，且不会引起争议。我的主观印象是，新几内亚人普遍比欧亚大陆人聪明，尽管有人可能对此提出质疑，但他们无法否认，新几内亚的面积远小于欧亚大陆，其大型动物品种也远少于欧亚大陆。然而，提及这些环境差异，历史学家们不免被贴上令人恼火的地理决定论标签。这个标签似乎带有令人不快的含义，因为它等于说人类的创造性毫无价值，或者说我们人类只是无可奈何地被气候、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编排的被动机器人。当然，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没有人类的创造性，我们今天可能都还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饮血，就像1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样。所有人类社会都拥有发明才能的人，事实恰恰是有些环境比另一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种和利用发明的更有利条件。未解之谜与未来研究方向，这些答案比起耶利本人可能想要的答案要冗长和复杂一些。然而，历史学家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答案太短太简单了，将各大洲13000年的历史压缩成一本400多页的书，平均每150年每个大陆分摊一页，精炼和简化在所难免。不过，这种压缩也带来了一个补偿性的好处，对某些地区进行长期范围的比较，能产生单一社会短期研究所无法获得的真知灼见。当然，耶利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争议仍未解决。目前，我们只能提出一些不完整的答案和未来的研究事项，而非一种充分展开的理论。现在需要努力做的事，就是将人类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使其与天文学、
地质学和演化生物学这些公认的历史科学并驾齐驱。因此，展望人类史这门科学的未来，并概括性地提出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来结束本书，似乎是恰当之举。我们已经提出了4组似乎最重要的因素，以说明各大洲之间的差异。因此，本书最直接的延伸应该是进一步用数量来表示这些差异，从而更令人信服地证实它们的作用。为了说明可用于驯化的起始物种方面的差异，我曾提供了一些数字，说明每个大洲总共有多少大型野生陆栖食草哺乳动物和多少大籽粒谷物。本书的一个延伸部分可能是收集诸如菜豆、豌豆和野豌豆之类的大籽粒豆科植物的相应数量。此外，我提到过一些使大型哺乳动物失去驯化资格的因素，但我没有用表格列出每个大洲有多少这样的候选动物因每个因素而失去驯化资格。这样做将非常有趣，尤其对非洲而言，因为非洲失去驯化资格的候选动物百分比远远比欧亚大陆高。在使一些动物失去驯化资格的各种因素中，哪些因素在非洲最为重要？是什么选择导致非洲哺乳动物如此频繁地失去驯化资格？还应收集一些能用数量说明的资料，来验证我对表明沿欧亚大陆、美洲和非洲主要轴线的不同传播速度所做的初步计算。更小范围和更短时间的探讨。本书的第二个延伸部分将涉及比本书已经论述的更小的地理范围和更短的时间范围。例如，读者可能已经想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为什么是欧洲社会，也就是殖民美洲和澳大利亚的那些社会，而不是新月沃地的社会或中国或印度的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占据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地位？如果一位历史学家生活在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1450年之间的任何时期，并试图预测未来的历史发展轨迹，他肯定会认为欧洲最终的主导地位是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因为在过去1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是旧大陆3个地区中最落后的一个。从公元前8500年开始，直到公元500年后，希腊与意大利先后崛起。欧亚大陆西部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动物驯化、植物驯化、文学、冶金术、轮子、国家等等，都出现在新月沃地或其附近。在公元900年后，水墨大量传播之前，阿尔卑斯山以西或以北的欧洲对旧大陆的技术或发明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它只是一个从地中海以东、新月沃地和中国接受发展成果的地方。甚至从公元1000年到1450年，科学和技术绝大多数都是从印度与北非之间的伊斯兰社会传入欧洲，而不是相反。就在那几个世纪中，中国在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粮食生产的开始时间几乎与新月沃地一样早。那么，为什么新月沃地和中国最终把他们几千年巨大的领先优势让给了起步较晚的欧洲的呢？当然，人们可以指出促使欧洲兴起的一些直接因素：它的商人阶级、资本主义和对发明专利保护的逐步形成，它未能产生专制独裁君主和使其不堪重负的税收，以及它的希腊、犹太教、基督教批判经验主义调查研究的传统。然而，对于所有这些直接原因，人们一定会提出关于终极原因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直接因素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出现在中国或新月沃地？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兴衰。就新月沃地而言，答案很清楚，它曾因当地集中了可驯化的动植物而获得领先优势。一旦失去这种优势，它便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优势可言。这种领先优势在一些强大帝国西移的过程中消失了。这一过程可以详细追溯。公元前4000年，新月沃地一些国家兴起后，权力中心最初仍在巴比伦、赫梯、亚述和波斯这些新月沃地的帝国中流转。随着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下，于公元前4世纪末征服从希腊向东直到印度的所有先进社会，权力终于第一次不可逆转地西移。随着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希腊，权力又进一步西移，而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权力最终又向欧洲西部和北部转移。只要将现代的新月沃地与古人对其的描写进行比较，
促使权力西移的主要因素就立刻变得显而易见。今天，新月沃地和粮食生产世界领先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新月沃地，大部分地区现在成了沙漠、半沙漠、干草原和不适合农业的严重侵蚀或盐碱化的土地。这个地区某些国家的短暂财富建立在单一的不可再生石油资源基础上，这掩盖了该地区长期贫困和难以自给自足的状况。然而，在古代，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许多地方都覆盖着森林。这个地区从肥沃的林地变成受侵蚀的低矮灌木丛或沙漠的过程，已被古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所阐明。它的林地要么被开垦用于农业，要么被砍伐以获取建筑木材，要么被当作柴火烧掉，要么被用来烧制石膏。由于降雨量少，初级生产力也低，植被再生跟不上破坏的速度，尤其在存在大量山羊过度放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于没有了树木和草皮，土壤侵蚀发生，溪谷淤塞，而在降雨量少的环境下的灌溉农业导致了土壤中盐分的积累。这些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并一直持续到现代。例如，现今约旦古代纳巴泰王国首都佩特拉附近的最后一批森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修建西甲兹铁路时砍光的。因此，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他们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掘墙角，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西部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这不是因为那里的农民比较明智，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降雨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在粮食生产传入7000年之后，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今天仍然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事实上，欧洲是从新月沃地获得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在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权力中心和发明中心的地位。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对欧洲巨大早期领先优势的情形。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中国的落后起初令人惊讶，因为它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件。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与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高原高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一个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脆弱的环境，使中国在将近1万年之后仍然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尽管它的环境问题日益增多，且比欧洲西部严重。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得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中国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第一，包括铸铁、罗盘、火药、纸、印刷术以及前面提到过的许多其他发明。它在政治权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领先世界。15世纪初，他派遣宝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长达400英尺的船只和总共28000名船员组成。这些航行的时间也比哥伦布率领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过狭窄的大西洋到达美洲东海岸要早几十年。瓦斯克·达伽马率领的他的3艘不起眼的小船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向东航行，才使欧洲开始了对东亚的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在瓦斯克·达伽马之前绕过好望角向西航行，并在欧洲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横渡太平洋到美洲西海岸殖民？简而言之，为什么中国把自己的技术领先优势让给了原先十分落后的欧洲呢？中国与欧洲的对比，统一与分裂的影响。中国西洋舰队的结局给了我们一条线索。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些船队总共7次从中国扬帆远航。后来，由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局部政治变化，船队出海远航被终止了。中国朝廷上，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这两派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
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因此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时，他停止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这一事件让我们想起了19世纪80年代伦敦扼杀公共电灯照明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许多国家因局部政治争端而引发的倒退措施。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它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然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经不再有任何船坞来建造，以证明那个一时决定的愚蠢，以及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国的这些事件，以及探险船队开始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远航时发生的事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后来转而为法国昂汝公主服务，再后来改世葡萄牙国王。哥伦布曾请求国王派遣他向西航行探险，他的请求被国王拒绝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也遭到了拒绝。接着他又求助于梅迪纳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绝。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绝了他的第一次请求，但后来在他再次提出请求时总算同意了。如果欧洲在这前3个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他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事实上，正是由于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成功地在几百个王公贵族中说服了一个来赞助他的航海事业。一旦西班牙这样开始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其他欧洲国家看到财富滚滚流入西班牙，立刻又有了6个欧洲国家加入了对美洲殖民的行列。对于欧洲的大炮、电灯照明、印刷术、小型火器和无数其他发明，情况也是如此。每一项发明在欧洲某些地方起初由于人们的习性而被人忽视或遭到反对，但一旦某个地区采用了它最终总能传播到欧洲其余地区。欧洲分裂所产生的这些结果与中国统一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除了做出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朝廷还做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纺纱机，在14世纪从一场工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将其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15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统一的这些潜在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人的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5年之久。在这里加一句，在2025年的今天，这一点更是变本加厉。比如修宪取消任期限制，让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中国失去信心，锤爆太多的行业，3年大健康时期成千上万的非理性事件，还有为了灭杀蚊虫正在进行的荒诞悲喜剧。好，例子太多了，根本列举不完。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中国的经常统一与欧洲的永久分裂都由来已久。现代中国最肥沃的地区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以来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个局面。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一直只有一种书写系统，长期以来只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以及2000年来牢固的文化统一。相比之下，欧洲与统一始终相隔10万8千里。14世纪时，它仍然分裂成1000多个独立的国家。公元1500年有500个小国，20世纪80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25国，而现在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又上升到将近40个国家。欧洲仍然有45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修改过的字母表，而文化的差异甚至更大。欧洲内部的分歧今天继续挫败着即使想要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来实现欧洲统一的并不苛刻的企图。这表明欧洲对分裂的根深蒂固的执着。地理与技术发展的关系，中国海岸线与欧洲海岸线的比较，按相同比例绘制，可以发现欧洲的海岸线曲折得多，并且包括更多的大半岛和2个大海岛。因此，理解中国将政治和技术卓越地位让给欧洲的关键，
就在于理解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问题。答案再一次用地图表示出来。欧洲海岸线犬牙交错，它有5个大半岛，每个半岛都近似孤悬海外中的海岛。在所有这些半岛上，形成了独立的语言、民族和政府。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丹麦和挪威、瑞典。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得多，只有附近的朝鲜半岛才获得了作为单独岛屿的重要性。欧洲有2个岛，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它们的面积都相当大，足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并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民族特点。其中大不列颠岛因为面积大，离欧洲大陆又近，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欧洲独立强国。但即使是中国最大的岛海南岛，面积都不到爱尔兰岛的一半。这个岛不是重要独立的政体，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现代以前一直处于与亚洲大陆政治隔绝的状态，其程度远远超过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欧洲被一些高山，如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卡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等等，分割成一些独立的语言、民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2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2大水系之间最终有运河连接，还有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2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这2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最终又合并为一个中心。欧洲的2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决定性的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中国一旦于公元前221年最终获得统一，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国家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并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在公元前221年后有几个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但最终总是重新归于统一。但欧洲的统一，就连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下定决心的征服者都无能为力，甚至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也没有超过欧洲的一半。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非常一般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最终统一做出了贡献。例如，鼠的栽培、青铜技术和文字出现在华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铸铁技术则出现在华南。我用本书很大篇幅重点讨论了在没有难以克服的障碍的情况下的技术传播问题，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终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这些比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适度的地区，技术可能发展得最快。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们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历史进程。例如，长期以来，新月沃地、中国和欧洲一直受到中亚草原上的骑马游牧民族野蛮入侵的威胁，但受威胁的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支蒙古人，
最终破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统。但亚洲游牧民族中，没有一支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更远的欧洲西部森林地带站稳脚跟。环境因素还包括新月沃地的居中地理位置，控制了连接中国和印度与欧洲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文明国家路途遥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大陆内一个巨大的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的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这让人想起了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排斥技术的情形。不过，这一简略的讨论至少可以表明，环境因素不但与历史的最广泛模式有关，而且也与较小规模和较短时期的历史模式有关。历史的延续性与个体的影响，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历史还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人们甚至会怀疑，本书从头到尾所运用的地理学推论，在现代世界上是否最终变得毫不相干。因为思想可以通过互联网立即向四处传播，而货物照例可以一下子从一个州空运到另一个州。看来，对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已实行了一些全新的规则。结果，像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尤其是日本，这些新生的力量出现了。然而，仔细想来，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新规则，不过是旧规则的改头换面而已。不错，1947年美国东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跃进8000英里到日本，去开创了电子工业，但它却没有跃进的近一些，到扎伊尔或巴拉圭去建立新的工业。一跃而成为新兴力量的国家，仍然是几千年前就已经被吸收进旧有的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最高权力中心的那些国家，要不就是由来自这些中心的民族重新殖民的那些国家。与扎伊尔或巴拉圭不同，日本和其他新兴力量之所以能够迅速利用晶体管，是因为他们的国民已经在文字、金属机械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方面有了悠久的历史。世界上两个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新月沃地和中国，仍然支配着现代世界，或者是通过他们一脉相承的国家，如现代中国，或者是通过位于很早受到这两个中心影响的邻近地区的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欧洲，或者是通过由他们的海外移民重新殖民或统治的那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澳大利亚原住民还有美洲印第安人支配世界的前景仍然显得黯淡无光。公元前8000年时的历史进程之手仍然紧紧抓住我们。与回答耶利问题相关的其他因素中，文化因素与个别民族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先说文化因素，全世界人类文化的特点差异很大，有些文化差异无疑是环境差异的产物。我已在本书中讨论过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涉及与环境无关的当地文化因素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种次要的文化因素可能由于当地一时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产生，但一旦产生就变得确然不一，从而使社会易于接受一些更重要的文化选择，就像把混沌理论运用于其他科学领域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文化过程属于历史的未知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往往会使历史变得不可预测。文化特质与个人特质的影响，举例来说，我曾在第13章提到标准打字机键盘问题。在许多竞争的键盘设计中，这种标准键盘之所以脱颖而出并开始被采用，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具体原因，如美国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打字机制造技术、打字机的促销手段、一位名叫朗利的女士于1882年在辛辛那提创建速写和打字学院的决定，以及朗利女士杰出的打字学生弗兰克·麦克格林所取得的胜利。因为他于1888年一次广为宣传的打字比赛中彻底击败了朗利女士使用非标准键盘打字机的参赛对手路易斯·陶布。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迎来不同的决定，而美国当时的环境也没有任何因素只利于标准打字键盘而不利于其他竞争对手。然而决定一旦做出，标准打字键盘就获得了牢固的地位，以至于1个世纪后
又在计算机键盘设计中得到采用。同样微不足道的一些具体原因，由于年深日久，现在已不可追寻。但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使苏美尔人采用了12进制运算系统，而没有采用10进制运算系统。12进制运算系统产生了我们现在的60分钟1小时、24小时1天、12个月1年和圆周360度，而中美洲普遍使用的运算系统则是20进制。这个20进制产生了它使用2个并行周期的历法，一个周期有260天，每天都有一个名称，一个周期是1年有365天。关于打字机、时钟和历法设计的这些细节，并没有妨碍采用它们的社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但我们很容易想象它们可能会产生的妨碍。例如，如果美国的打字机标准键盘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采用，比如说如果日本或欧洲采用了效率高得多的德弗夏克键盘，那么这个在19世纪做出的微不足道的决定，对20世纪美国技术的竞争地位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样，对中国儿童的研究表明，如果教会他们用字母给汉语语音标音，也就是学会拼音，他们就能比学习有几千个符号的传统中国文字更快地学会写字。有人说，传统中国文字的出现是因为它们便于区别大量意义不同但发音相同的汉语词，也就是同音异义词。果真如此，那么汉语中丰富的同音异义词可能对中国社会中识字的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如果认为中国环境中存在某种因素促使选择了一种同音异义词丰富的语言，似乎也未必如此。复杂的安第斯山文明未能发明文字，这是否可以用某种语言因素或文化因素来解释？否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印度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涉及社会经济地位的种姓制度，而不顾对印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中国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可能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儒家哲学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什么普度众生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欧洲人和西亚人中而不是在中国人中成为殖民和征服的动力？这些例子说明了涉及文化特质的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文化特质与环境无关，而且在开始时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可能逐步形成有影响且历久不衰的文化特点。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未得到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集中注意力于那些在考虑了主要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后仍然令人费解的历史模式。具有特质的个人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是1944年7月20日行刺希特勒的图谋和同时在柏林举行起义计划的功败垂成。这2件事都是德国人策划的，他们深信不可能打赢战争，于是就希望在德俄两国军队的东部战线仍然主要在俄国境内时寻求和平。希特勒被放在会议桌下公文包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炸伤，如果公文包放得稍稍靠近希特勒的座椅，他也许就被炸死了。如果希特勒真的被炸死，如果第2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结束了，那么现在的东欧地图和冷战进程可能就会大为改观。不大为人所知，但甚至更加重大的事件是1930年夏天的一次交通事故。那是希特勒在德国夺权之前2年多发生的事。当时他坐在一辆轿车的死亡座位上，也就是副驾驶位，他的车和一辆满载有挂车的卡车相撞，幸亏卡车及时刹车，才没有碾过希特勒的座车把他压死。鉴于希特勒的精神机能障碍在决定纳粹的政策与成功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如果那个卡车司机晚1秒刹车，即使万一发生了第2次世界大战，情况大概也会十分不同。我们还可以想到其他一些个人，他们的特质和希特勒的特质一样，显然对历史产生了影响。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佛陀、基督、列宁、马丁路德、印加皇帝帕查库蒂、穆罕默德、征服者威廉和祖鲁国王沙卡。举几个例子，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而不只是恰巧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合适的地点。一个极端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世界的历史
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另一个极端是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的观点，他与卡莱尔不同，对政治内幕活动具有长期的直接经验。他说，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走过的脚步声，并且当他在身旁经过时，努力抓住他上衣的后下摆，跟他一起前进。同文化的特质一样，个人的特质也是历史进程中的未知因素。无论是从环境的力量来看，还是事实上从任何可以归纳起来的原因来看，个人的特质都会使历史变得无法说明。然而，就本书的论题来说，所谓个人的特质几乎是毫不相干的，因为即使是伟人理论最热情的支持者，也觉得难以用几个伟人来解释历史最广泛的模式。也许亚历山大大帝的确轻轻推动了一下欧亚大陆西部已经有了文字、粮食生产和铁器的国家历史进程，但它与这样的事实毫无关系。当澳大利亚还仍然维持着没有文字、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部落时，欧亚大陆西部已经有了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国家了。不过，具有某些特质的个人对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广泛和多持久，这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历史这门学科一般认为不是一门科学，而是比较接近人文学科。历史最多可以划归社会科学，而在社会科学中，它又被列为最少科学性的一种。虽然研究政治的专业常常被称为政治学，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只称经济学，但历史系即使有，也很少称自己为历史学系。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把自己看作科学家，也很少在一些公认的科学领域及其方法论方面受过训练。在许多警句中，都有历史不过是一大堆细节这种认识。历史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历史或多或少都是骗人的鬼话，历史和万花筒一样毫无规律可言等等。无可否认，从研究历史中去获得普遍原则，要比从研究行星轨道中去获得普遍原则来得困难一些。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困难并不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历史学科，包括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虽然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但他们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却是牢固的。不幸的是，人们对历史的概念常常以物理学和其他几个运用同样方法的领域为基础。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往往由于无知而对某些领域不屑一顾，因为对这些领域这些方法是不适用的，因此必须寻找其他方法。例如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就是如此。不过请记住， science 这个词的意思是 knowledge， 而知识是要通过任何对特定领域最合适的方法来获得的。因此我对研究人类历史的人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同情。广义的历史科学，包括天文学之类的学科，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把它们同非历史学科如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之类的区别开来。我可以说出4个方面的差异来讨论：方法、因果关系、预测和复杂程度。历史科学与非历史科学的异同，在物理学中，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是实验室实验。人们通过实验来处理结果有疑问的参数，用被认为恒定的参数来进行平行的对照实验，保留始终恒定的参数，复制对试验的处理和对照实验，并获得定量数据。这种方法在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也十分有用，它在许多人的思想里成了科学本身。因此，实验常常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本质。但在许多历史科学中，实验室实验显然只能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完全不起作用。人不能阻碍银河系的形成，不能发动和制止飓风和冰河期，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使几个国家公园里的灰熊灭绝，也不能再现恐龙的演化过程。人只能用别的方法获得这些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如观察、比较和所谓的自然实验。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一连串的直接原因和终极原因。在大部分物理学和化学中，终极原因、目的和功能这些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但它们对于了解一般的生命系统，尤其是人类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北极兔的毛色在夏天是棕色，到冬天就变为白色。
但研究北极兔的演化生物学家并不满足于弄清楚从毛色素的分子结构和生物合成途径的角度来研究毛色的普遍直接原因。更重要的问题是功能和终极原因，比如逃避捕食者的保护色，还是从没有季节性毛色变化的祖代兔群开始的自然选择。同样，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不会满足于把1815年和1918年欧洲的状况描绘为经过代价巨大的泛欧战争之后刚刚获得了和平。了解形成对比的一连串导致两个和平条约的事件，对于了解为什么1918年后而不是1815年后的几十年内又一次爆发了代价甚至更大的泛欧战争，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化学家并不为两个气体分子的碰撞规定某种目的或功能，他们也不会去寻找这种碰撞的终极原因。历史科学和非历史科学之间的另一个差异是预测。在化学和物理学中，检验一个人是否了解某个系统，就是看他能否成功地预测这个系统的未来变化。另外，物理学家还往往看不起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因为这两个领域似乎通不过这种检验。在历史科学中，人们可以提供一种事后解释，例如，为什么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会使恐龙灭绝，而没有使其他许多物种灭绝，而事前的预测就比较困难了。如果我们没有过去的实际情况作为指引，我们可能无法确定哪些物种可能会招致灭绝。然而，对于未来什么样的资料发现会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历史科学家确实做出了并检验了一些预测。历史系统的性质使预测的企图变得复杂了。对于这些性质，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加以描写。我们可以指出的是，人类社会和恐龙都是极其复杂的，它们的特点是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馈的独立变量，结果较低组织层次上的小小变化可能会引起较高层次上的突变。典型的例子就是1930年险些让希特勒送命的交通事故中，那个卡车司机的刹车反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的1亿人生命的影响。虽然大多数生物学家都同意生物系统归根到底完全决定于它们的物理性质并服从量子力学的定律，但这些系统的复杂程度实际上意味着某种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转化为可预测性。量子力学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人理解为什么引进的有胎盘食肉动物消灭了那么多澳大利亚有袋目动物，或者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是协约国而不是同盟国。每一条冰川，每一团星云，每一次飓风，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生物物种，甚至每一个个人和某个有性生殖物种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受到那么多变量的影响，而且是由那么多的可变部分构成的。相比之下，对于物理学家的任何基本粒子和同位素，以及化学家的任何分子来说，实际存在物的所有个体彼此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在宏观层面上系统地阐述带有普遍性的决定论的规律，但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只能系统地阐述统计学上的趋势。我能以很高的正确概率预测，在我工作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中心出生的下1000个婴儿中，男婴的数目不会少于480个，也不会多于520个。但我没有办法事先知道我自己的2个孩子会是男孩。同样，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如果当地的人口够多，密度也够大，如果存在发展剩余粮食生产的潜力，那么部落社会也许比不存在上述情况时更有可能发展成为酋长管辖地。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当地人口都有其自身的独一无二的特点，其结果是酋长管辖地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和马达加斯加的高原地区出现了，但却没有在新几内亚或瓜达尔卡纳尔岛出现。历史系统尽管有其终极的确定性，但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不言而喻的。描述这种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指出长长的一串因果关系，可能把最后结果同存在于那一学科领域之外的终极原因分开。例如，一颗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可能导致了恐龙的灭绝，但那颗小行星的轨道却是完全由古典力学的定律决定的。但如果有古生物学家生活在6700万年前，他们也不可能预测到恐龙的灭亡迫在眉睫，
因为小行星属于一个在其他方面都与恐龙生物学关系疏远的科学领域研究的对象。同样，公元1300年至1500年之间的小冰期也是格陵兰岛上古挪威人灭绝的部分原因，但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也许甚至也没有哪一个现代气候学家能够预测到小冰期的到来。因此，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这其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困扰：不可能进行可复制的对照试验的介入，大量变量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时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正如我能预测下1000个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但却不能预测我自己2个孩子的性别那样，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到，使美洲和欧亚大陆社会在经过13000年的独立发展后发生碰撞所产生的广泛后果变得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却不能认识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择的后果。在1960年10月的一次电视辩论会上，哪个总统候选人说了些什么之类的细节，可能会使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获得选举的胜利，但却没有谁说了些什么之类的细节可以阻挡欧洲人征服印第安人。自然实验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人类史的人怎样才能从其他历史科学的科学家们的经验中获益呢？有一个证明有用的方法，就是比较法和所谓的自然实验。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空置的实验室实验中来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推定的起因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例如，流行病学家虽然不可以在实验室中使人服用大量的盐，但仍然能够通过比较在盐的摄入方面已经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人群来确定高盐摄入量的影响。而文化人类学家虽然不能用实验在许多世纪中向不同的人群提供丰富程度不同的资源，但仍然能够通过比较生活在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不同的岛屿上的近代波利尼西亚人来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影响。研究人类史的人可以利用多得多的自然实验，而不只是限于比较5个人有人居住的大陆。在进行比较时，不但可以利用数百个较小岛屿上的社会和从每个大陆都能到达的区域性社会，而且也可以利用一些在相当孤立状态中的发展了复杂社会的大岛，如日本、马达加斯加、美洲的海地岛、新几内亚、夏威夷和其他许多岛屿。任何领域的自然实验，不管是生态领域的还是人类史领域的，天生就容易受到可能的方法论批评。这些批评不但包括从观察到的变量之间相互关系来推定因果关系链方面的问题，而且也包括了混淆除关系重大的变量外其他一些变量的自然变异的作用。这些方法论问题已经为了某些历史科学而得到详尽的讨论，特别是流行病学，通过比较不同的人群来对人类疾病做出论断的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成功地运用正式的程序来处理类似人类社会历史学家所碰到的问题。生态学家也十分注意自然实验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用直接的实验介入法来处理相关的生态变量可能是不道德的、不合法的或不可能的，所以生态学家必须把自然实验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演化史上不同植物的比较来做出结论。展望，总之，我承认了解人类的历史要比了解某些科学领域的问题困难得多，因为在这些科学领域里，历史是不重要的，起作用的个别变量也比较少。不过，有几个领域已经设计出一些用来分析历史问题的成功方法，因此，人们普遍承认对恐龙、星云和冰川的系统阐述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而不属于人文学科。但是内省的方法使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比对恐龙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多得多的真知灼见。因此，我很乐观地认为，
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可以科学地进行，就像对恐龙的研究一样，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以及是什么可能塑造未来世界，因而使今天我们自己的社会从中获益。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这本书的尾声部分，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